Hello，大家，我现在在我家的阳台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噔噔，今天呢，想说要来讲一下我的背景。首先，其实没预料到前一支影片会有这么多观看，因为我其他影片如果大家有看的话，就是没什么人看，大部分就是我的亲朋好友在看，就给他们看，然后。上支影片也是以这个心态拍的，结果 YouTube 把我推播到很多人的 YouTube 里面，也感谢大家的鼓励的留言。那就开始讲我的背景，大学在台湾念通讯工程学系，念完后觉得自己想要往游戏方面走，想要做游戏工程，就觉得比较有趣，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就去了一家台湾的 VR 游戏做教育游戏的公司，然后做了1年左右，大概到半年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有点学不到东西，所以想要跳到其他地方。那因为台湾的游戏产业没有像是半导体那些那么发展的那么好，所以觉得要往国外发展，所以那时候就申请了美国的研究所，专门做游戏开发的研究所，所以就来美国念了研究所2年，毕业后顺利的、幸运的找到了一家游戏公司，做了3年。那这家游戏公司呢，就是我被裁员我的游戏公司。这家游戏公司是蛮大的游戏公司，所以那时候有拿到这个 offer， 其实很开心，而且做的内容也是我喜欢的。那刚进去的时候，他们让我去了不同的组，然后每个组大概做了一小段时间，然后最后问我就是对哪个组比较有兴趣，然后排志愿序，最后我以这个研究的组为第一志愿序，因为我觉得做的东西很有兴趣，加上因为是研究团队的关系，所以会一直要研究新的东西，所以会一直可以学到新的东西。对，但是如果我当初不选这个组，我今天就不会被裁员了。但我没有后悔选这个组，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组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认识了很多很好的人，还有很好的主管等等。总之，这个就是我大概的背景。然后出路的话呢，我当初被裁员后，前2个月找工作其实没有只找游戏方面的，我也有去面试一些纯软体公司，也有面试 VR 相关的，面试自驾车相关，面试游戏相关，就是这些跟我原本做的领域有相关的都有去尝试。讲美国以外的选择，就是我完全不排斥回台湾。在美国，当然有很多时候会觉得很想回台湾，而且有很多台湾的好事，真的是出国后才看到，以前在台湾没有觉得珍惜的。而且我的家人什么都在台湾，但主要的原因是台湾的游戏产业不是发展的那么好。如果有跟我有相关的产业，或者是如果可以找到我理想中的工作在台湾的话，我当然非常乐意。还没有非常认真的去研究台湾有没有会适合我的职缺，也不一定要，就像前面讲的，我不只投游戏公司，所以只要有相关的产业，我都很乐意去做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往欧洲或加拿大发展，因为这些公司都还是有蛮多大的游戏公司，然后会有适合我的职缺，这是我目前的想法跟未来的出路。但因为我还没有详细的研究工作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签证部分，所以还没有办法给大家更详细的解释，但是大概的想法是这样。如果下个月有这方面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会再分享。但我猜应该看我影片的人绝大部分应该不是做游戏业，因为游戏业算是蛮小的一个子集。这就是我的背景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最后想跟大家说，就我看还有一些留言是
可能现在也在经历我同样的状况的人，跟这些也在努力的人讲说，如果你累了就休息一下，没有关系。我觉得很多亚洲人都会有这种我要一直坚持下去，我不能休息的那种心态，对自己非常非常的严格。在我前2个月那段时间，我平日每天都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准备工作的东西，假日也会想说我不能休息，因为我只剩2个月，怎么可以有任何一点的休息时间？但我觉得真的不能那样，其实休息就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。适当的休息其实可以让你在这段长期抗战中可以走得比较长久。像我现在跟你们说，我决定休息1个月，也不是说就是失败了，也不是说在美国就是最好。你现在失去了这个工作，可能在美国的身份，你可能就是想说要紧紧的把它抓回来，但是其实你身边还有很多选择，不是只有这一条路。然后真的身心灵的健康比这些东西都还要重要很多。反正想跟大家也在这条路上，或者是正在努力的所有人讲说，虽然大家都只在意结果，但其实过程更重要。就算你的结果没有得到你想要的，你还是要肯定自己你中间的这些过程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结果，可能因为你的签证，可能因为公司政策，可能因为他们突然就把这整个 project 给砍掉了，所以你面试到最后一关，他们突然不要人了。就有太多的因素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但就是想要跟这些还在努力的人都说一声加油，而且你们已经很棒了。现在这个经济的状况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一条简单的路，我们就只能继续努力，然后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。就是如果他告诉你要休息了，拜托你就休息吧，不要听外面人说你就撑下去，因为有时候不是真的撑下去的问题，撑下去你可能就算撑过了，你已经不快乐了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好啦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。再谢谢一次在留言帮我加油跟鼓励我的人，祝福大家的生活可以顺心，然后照顾好自己。拜拜。